力懂什么？我是丽丽，但是呢，我也是2个小学生的妈妈。当然，其实坦白说，我也是对 TikTok 完全不熟的妈妈。但是你知道吗？根据一个外国的数据，美国有超过1半的 Z 世代呢是要当 influencer， 不是医生哦，不是老师哦，是网红。所以当父母的又怎么能够不了解一下这个趋势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里，不在棚内，来到户外，来到拜访这个 Mantaya， 也就是东南亚领先的红人营销公司，它也是 TikTok 内容创作以及管理的一间媒体机构。来找谁呢？这今天的嘉宾可大有来头了，他就是 Joel 林明穗 Bang Joel。他除了是 Mantaya 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自己本身也是电竞业的大 V 啊，在 TikTok 这个平台上面呢，粉丝人数有近200万人，其中当中有100万人呢是在64天里面就给他一口气给吸过来的，而且他旗下还带领了3000多个 TikTok 达人，这样马上就去踏入这个 Gen Z 的梦想基地 ，Let's go！这2个 island 呢是我们的 BD， 就是 Business Development Team。这些 staff 呢是每一天 deal with 我们的客户我们在做的 campaign，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达人，都是我们这群人在manage 的。这边呢是我们的 pantry， 很多时候我们的团队在这边拍摄。这群人他们就是manage 我们整个 Live Agency、Live MCN 的budget。整个2个 island 呢，我们差不多有10多个剪辑师，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账号还是客户的账号，都是这10多个人在去做剪辑。我们其中一个客户，我们帮他们做一个小 podcast， 那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他们2个，一个是一个 interviewer， 一个是拍戏的其中一个小明星，在做一个小 podcast 所以这是我们的 setup， 我们的团队会在这里 make sure that 所有整个它的setup 都是有那个客户想要的效果。很难想象一个你们的这个 power 横扫东南亚那么多个国家，然后旗下有3000多个 TikTok 达人的一些公司，就在那么的一个4方方的空间里面，是非常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要轻轻松松的坐下来跟Joel继续聊。对，刚才参观过了你的 Mantaya 的 office，OK， 大开眼界。那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坐下来跟你聊一聊，可以知道一下你一整天下来的工作其实是怎样的？每一天都会不一样就是我们会看我们目前我们的 client 是需要什么，我们的 KOL 今天会出什么样的 content， 我们的 live stream 今天会为哪一些 client 做 live selling， 还有我们的 drama team 目前是在剪辑的状态还是在做 production 的状态，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团队每一天会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本身呢，我会更注重于对我们的客户，尤其是我们的游戏客户，我们的中国客户中国出海的品牌，这些客户想办法去达到他们要的要求什么的，然后管理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的团队当然也是有很多是在面对的 client， 面对了我们的 campaigns projects and manage 我们的达人。感觉上听起来就有点像之前我在新闻这个采访的公司里面做的时候，一整天下来，早上一起来一定要知道今天的 breaking news 是什么的，谁的 story 走到哪里了，这样子。它就是一个 TikTok 上面内容创作一个工厂这样子，可以是这么说。那你自己的内容创作呢？你自己本身的Bang Joel 的平台，你会为他做什么？一天下来，目前呢，我的方向是以管理公司为主。我的 Bang Joel目前已经没有那么的 active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我毕生学到的这些知识传授给我们的 KOL， 我们的团队。你旗下3000多个，是，so
我自己本身 OK，还有没有在为帮主要做，还是会有的。因为身为我另一个身份，我还是需要在这一个领域上做出一些贡献，做出一些 content，so 我还是会去做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一些小孩子拍 content 他目前在游戏行业有什么最劲爆的消息还是会去拍。就做 bare minimal 这样子，维持那个热度这样。维持热度，这个是达人还是需要做的事情。一般上人家看 TikTok 的时候呢，都是以一种休闲，我要放空，我要摆烂，这样子去 scroll。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对社会其实有裨益的嘛？除了娱乐以外，在我们的这个行业来说，娱乐只是一部分。这个整个行业呢，我们都说是一个行业了嘛，它是一个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and 创造很多财富的一个行业。不管你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工、做高管，或者是你是做达人、做直播，这些都可以为你创造财富。那如果你说是身为一个观众，你去 consume 这一些 content，当然它可以是一个娱乐，对你来说也可以是一个娱乐，它可以为你带来教育，因为其实有很多直播也好，content 也好，他们在无形中可以教育我们很多事情的。你可以从中学习到，为什么这个博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这么多的 follows or engagement，为什么这个博主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把他的品牌打起来？所以是看你本身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如果想要单单放松，去刷一些你不需要用脑的一些视频，没问题。如果你本身是带着想要学习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你真的可以过意不去。那因为我自己本身私下非常好奇的，那你是一个在 TikTok 平台上面 followers 有200万人的这个大卡大名，但是其实当中有100万的这个追随者是以64天里面就一口气把它吸过，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做到？我现在当时候我觉得非常神奇。那我现在看回去，我觉得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在这个64天里面，第一，我是每一天都会去拍至少1到2个视频放出来。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在 YouTube 最大的那个网红叫 MrBeast。MrBeast 是一个有400 million粉丝的一个YouTuber，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想要成功 as 一个网红或者一个内容创作者，你不能只是拍一个视频然后希望它爆，你唯一能确保你的视频能爆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天不停的去拍。因为你不知道哪一点是会让你的观众会让这个视频爆的，你要每一天重复的去做，每一天做，每一天啊、如果你没有爆，你就做不同的 A/B testing，每一天去做，那你可能100个 video 里面爆一个，可是有时候你就是因为爆一个，你就可以继续做得更大了。所以刚刚 Joel 讲的这一点，其实就点破了一般人对这个网红的迷思，其实就一炮而红一夜致富，其实当中有很多的是坚持，你的努力不懈，你的 constant，你的 consistency，对不对？对对。还有没有其他一般人对网红对这些 TikTok 内容创作者的一些迷思？其中一点就是好像你说的，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诶，我都不知道这个网红为什么会一炮而红，一夜成名。其实一炮而红和一夜成名这事情是不存在的。你看到他一炮而红，可是你没有看到他之前的100个、200个视频是没有爆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达人，你是必须要经历那一种，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我还是完全没有流量的那种心情。它其实跟创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创业。你当然也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达人，一个网红？And 刚才你问我问题是，为什么我可以在64天里面就100万100万我除了这种不懈的一直去坚持的每一天的去拍呢？那时候
那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啦。那时候是因为是马来人的斋月，我和我一群朋友会每一天去这个 Ramadan 的 Bazaar 去找陌生人，去和他们做 street interview 去拍。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举动呢？是因为全年下来最多马来人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 Ramadan Market，不只是因为它人流多，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去 Bazaar 的这件事情是给他们最多 connection 的一件事情。你拍一个视频呢，你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和你的观众 connect 得到，他们看得到，哎，哇，你身为一个华人，你那么的去 embrace 我们的 culture，你去拍我们的平民or 普通人去了解这个 culture and 你去做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说是哇非常的呃 refreshing，非常的勇敢的一件事情。所以之所以一下子64天里面可以吸本100万，当中其实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策划 strategy 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个糖的前景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这个当梦想，你会不会觉得说，哎，你可以把这个当 full time，还是你对他们的劝告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把它当梦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可以是邮差啦、医生啦、律师啦，任何的领域，把任何的职业当做是梦想，都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以前是想要成为赛车手，所以其实把达人网红当做是一个梦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具备什么样的聊天？帮助我想像你一样嗯。你会怎样跟他share 你的 experience？当一个网红当一个达人，其实跟其他的职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第一，你真的需要有那个 passion 去做，而不是3分钟、5分钟哦。你可能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甚至1年是没有什么样的热度的，你可能是还是做不起来的。那你能不能在失败了1年、2年继续这件事情？这个是很讲究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幸运在那么是短时间里对，面就可以成。不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例外，可是这个例外你要看那个概率，这种是万年的迷恋。当网红当达人这件事情呢，你可以表面上看是很光鲜亮丽，可是其实也有很多大网红，你觉得大网红大达人，他们其实也没有赚那么多钱。所以你当一个达人，当一个网红，你需要是一个有目的性的去当。为什么也要当这个网红？你你要到底找到你自己的在那个职业里面的 why。对对，然后我也知道说在一个 TikTok 这样子的平台，然后短视频，然后整个步伐很快，然后你可能一直，你像你所说的，一天360，到一年365天，你可能每一天都要发1至2个的视频，所以当中的这个精神疲乏甚至你觉得你虚脱 burn out，这些应该要怎样 manage？你自己经历过吗？你本身，其实很多时候你本身也是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达到我想要达到的事情？当你有一个 burnout 的时候，你有一个你觉得心很累的时候，你去 take a break，没有人会怪你的。你不是在打工，你其实完全可以去 take 1天、2天、1个星期，甚至1个月的 break，去把你调整起来。真的保罗你的平台就整个冷却下来冷却下来不会重要过你自己的 mental health。网红跟明星都一样的哦。你在一个短时间你火起来了，你可能在几个月过后就不火了。人家可能会对你有那种审美疲累，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觉得有更多的其他的明星还是网红，就我去跟随他们。So 你自己本身那个心理建设上。心理建设就是你要不要持续而已。你自己本身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你毕生的 passion and 毕生你想要持续的一个 career？如果你想要持续，自然而然会去持续的。所以你要足够想要。你足够想要，你要足够对你自己有信心。当然，当你不火的时候，你 seek for help，你 take a break，
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个是你真正爱你的粉丝，他们只会想，诶，我的这个偶像为什么最近没有做 content 了？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他们还会去挖，他们还会去真正的去关心你。如果你在活的当儿，你迷失了自己，这个其实会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你自己身为 TikTok 就平台的人，呃，其实你会理解到现在外面有一群家长是觉得说，哦，不要让我的小孩看更多 TikTok，所以brain rot 啦，等下他们的这个注意力会变得超短啦，不能够看书啦，这样子。是所以你对这一点是怎么样的看法？那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有孩子了，是，你会几岁让他看 TikTok？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 concern。如果说你说可能90年代那个东西就是电视机，你再回去可能就是在外面玩那些有的没的。现在是 social media，对那在每一个时代，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如果去 stop 你的孩子 from 接触这个时代最前端的内容这个洪流呢，那其实对你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劣势。当你孩子的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在 consume social media，只有你孩子没有，那有没有可能那个几率是你的孩子会被孤立呢？他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和他身边的人去交流，那有没有可能他的朋友会越来越少呢？你 as 一个家长，如果你觉得 social media 会让你的孩子变坏，那你就有规律的、有计划性的让你的孩子接触他应该接触什么样的 content。他的 social media 你是可以去manage 的，你可以就是让他的 algorithm，你就是一直刷那些他年龄阶层应该看的事情，比较教育性的，这个又是父母必须要花时间的。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因为比起你让他所以不做这件事情，方法让你肯定一直帮他刷一些你觉得你要让他看到的东西。对，我们也是小孩子过，我们父母 stop 我们的 from 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有真的去听话吗？不可能。我以前我妈妈也是不让我玩游戏的，我就想办法，她不在的时候，我就去偷开电脑啊，去玩啊。你不可能去 stop 的，你一定要让他们更早的去接触这件事情，but 有目的性的让他们去接触这件事情。这一席话就是主要想要对父母分享的忠告。是到最后，其实我好奇，你自己本身在 TikTok 达人一直那么快的速度，每一天都要看那么多的短视频，你自己还阅读吗？刷视频和看书这两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是因为每一本书的作者，他们为了让这本书大卖，他们会把他们毕生所学到的知识都不遗余力的放进这本书。所以一本书里面，它会有最多最多的细节让你去探索。就好像你看一个电影，一个大电影，它是 inspired by 这一本书这一本小说。电影不管拍的多好，它都无法在那个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里面解释出带得出书里面能带给你们的精华。所以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是只要你有精力，你就应该去读书。我目前本身呢，你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读书，最近没有那么多，最近没有那么多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只是说我自己本身没有 manage 得好我的时间啦。but 我还是会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那一种我觉得可以在书上面得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会看一些视频，是把一些书的 main point 讲出来的一些视频，或者是一些教学是在我在视频上可以学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如果一开书起来，我就很想从头读到尾。那我最近又没有那么坚持，那这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可是我还是会呼吁，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读书也一定要有，看视频也一定要。但是可能就阅读的习惯还是要有，只不过他换了一个方式。即便是TikTok 达人，在平台上面有200万粉丝的，也是这一席吧。所以实在感谢帮九，然后今天为我们打开了 TikTok 这一扇门。
让我们发现到说这些短视频的背后其实不只是爱露眼、假废话啊，跳几个舞就可以成功。最后他的那个策划、他的那个巧思、他的坚持、他的努力不懈，也要想一下，在这样子的那么多视频，然后要努力不懈的抓着大家的这个眼睛，这个是现在很多Gen Z 在时代都在要认真搞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作为父母，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像刚才九儿所说的，你不能够禁止孩子，但是你可以陪伴孩子，然后不让他跟这个时代的孔有隔绝，对吧？对吧？那是的，这一集呢就非常感谢帮九儿播出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呢一脚踏进了这一个 TikTok 的世界里面，大开眼界。那下一集呢，我们要访问另外一个也是 TikTok 平台上的一个达人，她的名字呢是 Rizky Pue，24岁，一个马来女生，可以用双语来做电竞的解说，是不是很特别呢？所以别错过下一集的力懂什么。